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赚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如果赚钱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舍不得买，那么赚钱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如果拼命加班，却连一顿想吃的饭都犹豫半天，这样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，要争气，要赚钱。赚钱仿佛成了一种证明，证明自己有能力，证明自己不输别人，证明自己在这个社会站得住脚。可是当你真的开始赚钱之后，你会慢慢发现，钱并没有直接带来安心。工资进账的那一刻会开心几分钟，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压力。房贷、车贷、父母的期待，孩子的未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真正停下来问自己，我赚钱是为了什么？有的人说是为了生活，有的人说是为了家人，有的人说是为了不被人看不起。听起来都对，可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众生颠倒，指假为真。我们往往把手段当成目的，赚钱本来只是工具，却被我们当成了终点。当工具变成了信仰，人就开始被工具绑架。很多人辛苦工作20年，却连一件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都不敢做。喜欢旅行，却总觉得以后再说。喜欢音乐，却觉得不赚钱就没意义。喜欢某样东西，却反复计算性价比。一件衣服贵不贵，一顿饭值不值。可你有没有算过，你的青春还剩多少？万物皆在上涨，房价上涨，物价上涨，连焦虑都在上涨，唯有岁月在下降，时间每天都在减少。可我们却在为省下一点小钱而耗费心神。论语里说，君子谋道不谋食，不是叫人不要吃饭，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把生存的焦虑当成人生的全部。钱是为了让人活得更自在，可如果赚钱让你越来越紧绷，那就要问一句，我是在赚钱，还是在被钱驱使？有一次我见过一个中年男人，他事业稳定，收入不错，可他穿的衣服永远是最便宜的，吃饭永远点最简单的。别人说他节俭，他说自己习惯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他身体出了问题，医生说需要好好休息。那一刻他才发现，原来他省下来的钱并不能帮他买回健康。他苦笑着说了一句话，原来我一直在为未来活，却忘了当下。很多人把未来想得很远，等我存够多少，等我退休，等我孩子长大。可人生不是银行账户，不是存得越多就越安全。金刚经里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钱是有为法，它会来也会走，它可以解决现实问题，却解决不了内心的空虚。你可能会说，那难道钱不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没有钱，生活会艰难；没有钱，选择会变少。可问题不在于钱，而在于我们对钱的执着。当赚钱成了唯一的目标，人就会失去方向。当赚钱只是工具，你反而更轻松。有些人拼命赚钱，是为了让父母过好日子；有些人努力工作，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。这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，当我们用牺牲自己所有快乐的方式去交换金钱。你可以努力，你可以上进，但不要让自己活得像机器。有句话说得很现实，人这一生其实就是用时间换钱，再用钱换时间。年轻时用健康换收入，中年时用收入换医疗，老年时用积蓄换陪伴。如果到最后你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活过，那才是最大的遗憾。赚钱的意义不应该是让你更焦虑，而是让你更有底气。底气是什么？是当你想休息时不会恐慌，是当你想拒绝时有选择，是当你想对自己好一点时不需要自责。
你算算你的年龄，你以为时间很多，可回头看，10年转眼就过去。曾经的少年已经有了白发，曾经的梦想被现实一点点磨平。我们总说以后，以后再享受，以后再轻松，以后再犒赏自己。可是以后是什么时候？你真的确定你能等到那个以后吗？所以当你赚钱的时候，请记得，钱不是敌人，它只是工具，它应该为你服务，而不是统治你的人生。对自己好一点，并不是浪费。给自己买喜欢的东西，不是奢侈。偶尔请自己吃一顿好的，不是罪过。真正的浪费是把一生都活在恐惧里。佛法里讲中道，不是极端挥霍，也不是极端压抑，而是在能力范围内安顿身心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赚钱其实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温度，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为了比较，不是为了证明，而是为了在这短暂的一生里活得踏实一点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人收入越来越高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可内心却越来越不安。年轻时以为只要工资翻倍，烦恼就会减半，可现实往往相反，钱多了，欲望也跟着放大，生活升级，圈子升级，消费升级，焦虑也升级。佛家讲欲壑难填，当欲望没有边界，金钱就成了不断加油的燃料。最开始你只是想改善生活，后来你开始想要更好的房子，再后来你开始比较谁的车更好，谁的投资回报更高。你会发现赚钱的目标不断后移，就像追逐地平线，越走越远。曾经觉得1个月3000很满足，后来变成3万，再后来变成30万，可满足感并没有同比增长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意思是懂得满足的人不会被羞辱，懂得停止的人不会危险。问题在于我们很少真正知足。社会给我们灌输一个观念，你必须更成功，你不能停下来，你一旦慢下来就会被淘汰。于是很多人拼命赚钱，不是因为需要，而是因为害怕落后。恐惧成了驱动力，可恐惧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宁，它只会让人更紧绷。你见过那种人吗？银行卡里的数字很可观，可他连休息都觉得愧疚。出去旅游3天，心里却一直想着工作。吃一顿好饭，总觉得浪费。他看似拥有很多，却始终不敢真正享受。这就是把钱当成了安全感的替代品。安全感本来来自内心的稳定，可我们误以为数字越大，心就越安。问题是，数字没有尽头。今天有100万，你担心会不会亏；明天有1000万，你担心市场波动；后天有1个亿，你担心政策变化。当外在的东西成为依靠，心就永远在摇晃。佛经里讲无常，世间一切都在变化，包括财富。你可以拥有它，却不能控制它。如果你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压在钱上，那就等于把幸福交给了波动的市场。真正成熟的人会把钱放在它该在的位置。钱是资源，不是身份，不是价值，更不是人格。当一个人把收入当成自我价值，他就会害怕失败。一旦收入下降，他就怀疑自己。可人不是工资单，人是有情感、有思想、有温度的生命。赚钱的意义不应该是证明自己配得上活着，而是让自己活得更从容。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证明，向父母证明，向同学证明，向社会证明。可当证明结束的那一天，他却发现心已经很累。你要问自己一句话，如果没有人比较，我还会这么拼命吗？如果没有人评判，我会不会活得更轻松？很多时候，
我们拼的不是生活，而是面子。可面子是最耗钱的东西。你买的不是东西，你买的是认可。你追的不是收入，你追的是虚荣。当你看清这一点，你会突然轻松。赚钱本身没有错，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没有问题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清楚，你是在为幸福工作，还是在为焦虑打工。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年轻时最大的梦想是年入100万，后来真的做到了，可他并没有想象中快乐。他告诉我，原来数字的突破并不会自动带来内心的满足，真正让他开心的是有时间陪孩子，是可以拒绝不喜欢的合作，是能在父母生病时随时回家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赚钱的意义不是账户的增长，而是选择的自由。自由是金钱真正的价值，不是让你炫耀，而是让你有退路。当你知道自己可以停下来，你反而更安心。心经里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当你看清财富只是五蕴中的色法之一，你就不会被它绑住。你依然会努力，但不会被它牵着走。赚钱不是修行的对立面，赚钱也可以是修行。当你在工作中磨练心性，在压力中学习平衡，在得失中保持清醒，那赚钱就变成了一种历练。可如果你把所有快乐延后，把所有享受取消，把所有温柔都留到未来，那你的人生就会像一张只存不取的存折。数字很好看，可生活却很单薄。你可以节俭，但不要苛待自己；你可以规划未来，但不要忽略当下。有些人一生都在准备，却从未真正出发。赚钱是为了生活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。很多人不是不努力，恰恰相反，是太努力了。早出晚归，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不真正休息，手机从不关机，信息随时回复。明明身体已经透支，却还告诉自己再撑一阵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拼命赚钱是为了让生活轻松，还是让生活更加沉重？当赚钱变成唯一的价值尺度，人就会慢慢失去内在的方向。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在前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心都顾不好，后面的目标再宏大也只是空谈。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真正被教会如何善待自己。我们被教会竞争，被教会比较，被教会成功，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在成功的路上不迷失。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你赚的钱是在换什么？时间在减少，精力在消耗，健康在透支。如果你用全部的生命去换一个数字，那这个交换是否值得？有人说年轻就该拼，可拼不是盲目消耗，拼应该是有方向的投入。方向不清，努力就会变成内耗。佛法讲正念，正念不是消极，而是清醒。当你工作时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；当你休息时，你允许自己休息。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连放松都觉得有罪，躺下来10分钟，脑子里却在计算损失；看一场电影，心里却在担心明天的业绩。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勤奋，是焦虑。焦虑驱动的赚钱很难带来真正的安稳。你要问自己，如果明天一切归零，我还剩下什么？剩下的是能力，是经验，是你处理事情的心态，而不是那串数字。真正有价值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你的存款。当一个人把所有自我价值寄托在收入上，他就会很脆弱。一旦行情不好，他就否定自己；一旦事业受挫，他就觉得人生失败。可人生不只是一条直线，有高峰也有低谷，有顺境也有停滞。赚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
不是全部。庄子里讲成物以由心，意思是顺着万物的变化，让心自由。赚钱可以努力，但心不要被束缚。你可以为未来打算，但不要把今天全部牺牲。我们常常对陌生人很大方，请客户吃饭毫不犹豫，送礼物时出手大气，可对自己却总是斤斤计较。一件衣服想了3天，一双鞋犹豫半个月，一次旅行推了1年又1年。不是没有钱，是舍不得。舍不得的背后其实是恐惧，害怕不够，害怕失去，害怕未来。可你要明白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储蓄的厚度，而来自内心的稳定。当你知道自己有能力在创造，你就不会那么害怕花钱。节制和压抑是2回事，节制是有分寸，压抑是委屈自己。当一个人长期压抑欲望，他的内心会越来越干枯，最后可能会突然失控。所以赚钱的意义不只是积累，也是滋养。滋养父母，滋养家庭，滋养自己的兴趣，滋养心灵。你喜欢读书就买书，你喜欢音乐就去听，你喜欢旅行就安排时间。不是挥霍，而是在能力范围内让生活有光。有光的人赚钱才不会迷失。如果你一边赚钱一边丢掉热爱，一边努力一边失去温度，那最后得到的只是空壳。我们要的是充实，不是空洞的成功。有些人问我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做？我会告诉他，先问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不是社会期待你要什么，不是朋友圈展示什么，而是当夜深人静时你最真实的渴望。也许你想要的不是豪宅，而是一间安静的书房。也许你追求的不是名车，而是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。当目标清晰，赚钱就有了方向。当方向明确，你的努力才不会虚耗。赚钱的意义从来不是统一答案，它属于每一个人的内心。只是请记住，不要把钱当成唯一的评判，不要用收入衡量生命的厚度。赚钱不是错，渴望更好的生活也不是错。错的是，当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把自己弄丢了。现实压力确实存在，房贷不会因为你想通就消失，孩子的学费不会因为你觉悟就减少。我们不是活在山林里的修行人，我们在城市里，在人群中，在烟火气里。所以平衡不是逃离，而是在现实中修心。佛家讲中道，不是极端节俭，也不是纵情挥霍，不是拼命压榨自己，也不是完全躺平，而是在能力范围内活得清醒。清醒是什么？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，是你知道钱只是工具，是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收入波动就否定人生。很多人把赚钱当成救命稻草，仿佛只要钱够多，所有问题都会消失。可真正困住人的，往往不是贫穷，而是执念。六祖坛经里讲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心若执着，处处都是负担；心若放下，处处都是空间。赚钱可以很辛苦，但心不一定要苦。你可以努力争取机会，也可以在能力所及之内对自己温柔一点。不要等到成功才允许快乐，不要等到退休才允许享受。人生不是考试，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。你可以今天买一件喜欢的衣服，你可以周末带家人出去吃一顿，你可以给父母添一点心意。这不是浪费，这是让钱回到它本来的位置。钱的价值在于流动，在于改善生活，在于传递温暖。如果钱只是在账户里堆积，却换不来笑容，那就失去了意义。算算你的年龄
20岁觉得30很远，30岁觉得40很快，40岁回头看20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时间不会等你准备好，万物都在上涨，通胀在涨，物价在涨，欲望在涨，唯有岁月在下降。你可以节俭，但不要刻薄自己；你可以计划未来，但不要取消今天。真正聪明的人会在赚钱的路上留一点空间给生活，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刻，给家人一个陪伴的夜晚，给梦想一个实现的机会。有些人总担心钱不够，其实真正不够的是勇气。勇气去享受当下，勇气去拒绝无意义的比较，勇气去承认自己已经很努力。赚钱的意义，说到底是让你拥有选择权。你可以选择坚持，也可以选择转弯，你可以选择加速，也可以选择停下。当你知道自己有能力再站起来，你就不会害怕花一点钱善待自己。生活不是存钱比赛，不是看谁账户数字更长，真正的富足是内心的从容。当你吃饭时，心是安的；当你休息时，不会自责；当你努力时，方向清晰。这才是钱应该带给你的状态。不要把一生都用来准备未来，不要等到白发苍苍才想起年轻时的愿望。赚钱是为了让生命更厚重，不是让生命更干瘪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不只是为了数字，你是来体验，来感受，来爱与被爱。如果赚钱让你失去这些，那就需要停下来想一想。如果赚钱让你更有力量去守护这些，那就继续前行。关键不在钱，在你的心。所以当你下次纠结一件衣服要不要买，当你犹豫一顿饭值不值得，请想一想，你努力这么久是为了什么？如果这份花费在能力范围内，如果它能让你开心，如果它不会让你陷入负担，那就不要太苛刻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人生不过几十年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你赚了多少，而是你活得有没有温度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钱是工具，不是枷锁；赚钱是能力，善待自己是智慧。愿你在奔波的路上，既有力量向前，也有余地温柔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